这次我要用这些食材做一道菜。提瓦特大陆物产丰饶，制味珍馐无数，更有无数厨师不断开发着顶级食谱。但一道天下第一菜仙跳墙，无疑是超越了所有人想象的边界。说实话，当我想复原这道有着最强 buff 的菜肴时，是根本没有把握的。毕竟这仙跳墙的食谱来自仙境，一不小心容易做成黑暗料理，所以得拉一个人试吃。而我忽悠朋友来我家品尝的话术是：今晚我要做一碗锅都能吃的佛跳墙。先降低他觉得我会翻车的风险。这个菜难就难在主食材是由鲜虾、海蟹、松茸、火腿组成的汤菜，4个主食材刚好穿越4季，跨越山海，每个食材的味道都丰盈却不内敛。所以第一步就是要先做一锅绵密悠长、甘润浓郁的鲜汤，将猪蹄、筒骨、肋排、老鸡翻鸭焯水。猪蹄先单独炖制去味，不同的食材焯水的方式不一样。鸭是来自瑶池的野鸭，鸡是来自风起之地的野鸡，猪则是从香菱那里骗来的300年的乌金黑野猪。可惜克师傅的牛杂店没开门我们就不用牛肉了。水一定要用清泉镇甘甜凛冽的泉水，放上荷叶，先小火慢炖1小时。然后我们要用油炒一下小黄姜，用油炒以及不放葱，是为了避免最后的汤会发酸。再煎上1条喝农夫山泉长大的千岛湖鲫鱼，将鱼和单独煮好的猪手放入锅中。说实话，当我做到这一步时，我心里真的依旧是一点把握也没有。虽然我自认为同样擅长各种料理，要说梨月港也是万山云集，千货迭出，绝不缺百味食材以及肯享受的贵客。但这食谱少有人做，确实是因为这个菜容错率太低了。等火大开时，放入一些晨曦酒庄的美酒，当然也可以用花雕酒来代替。煮5个小时后，加入一些发好的菇类，这里不建议用香菇。另外，虫草花虽然可以增加颜色，但一点点就可以，放得过多会让汤发苦。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，慢火5个小时，在汤快好时，打一些南瓜汁加到汤里。开锅舀汤，这时我甚至还在汤锅中闻到了鹅的味道，非常奇妙。我们沥掉油层，取出汤后，这些食材就完成任务了。加入一点南瓜汁，就是等待已久的金色传说。汤中各种食材的芬芳在一起，缠绵回旋。金汤有多重用途，可以用作秃黄油的底汤，也可以直接拌饭。放入米饭中，立刻唤醒了一颗颗白透的饭粒，一定要让每一粒米粒都被浸润包裹。接下来终于到了我们今天的主角，游戏中的食谱要求用到蟹，我这里使用的是珍宝蟹。用这个蟹的原因是，主要是现在是2月底，秋风未起，蟹脚未肥。珍宝蟹这个品种只要买的对，就算是这个时间仍能做到壳薄肉多，蟹膏肥满，而且就算一会儿煮很久也不影响它的肉紧致鲜甜。然后是无数江浙厨师让汤味道激增的秘密武器——金华火腿。这块也是红白分明，皮色黄亮，边上的肥肉也足够温润，单独用油煎一下，味道应该都会不错。蟹与虾可以选择提前蒸一下，当蟹盖略微变色，就迅速拿出切好就可以。盐田虾的特点是头部的虾油非常多，如果你单独烤一下的话，是可以看到虾壳外渗出很多红油的。大粒儿有弹性的松茸切成片，然后就是我们的金色传说。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太好了，我刚好也买了鲜笋，就临时切了几根，笋子脆嫩的很，给浓郁的汤汁加一点清爽，而且本身它跟旁边的火腿也是老搭档了。接下来自然可以不放任何调料。火腿与海蟹的咸度刚好，最后对味道的总结就是真的非常的美味。我们都说蟹过无味，吃蟹后其他会丧失味道，那我们就先吃蟹，蘸一蘸碗中混有蟹油虾油的金汤，
入口后，首先是高汤的醇厚，螃蟹依然肉质细嫩鲜甜，鱼香满口。长时间的等待换成了对好友与家人的慰藉，也支撑了大家的欢笑，回想着大学的时光。鲜跳墙是真的好吃，当天的朋友也很满意，但接下来整整2天，我却没有怎么享受剩下的食材，倒是把朋友做客时带来的腊牛肉与腊肠吃了个精光，因为这东西越吃越有味道。我知道这香肠是他妈妈做的，工艺也不简单，花费的时间也未必比我们吃的这道主菜少。然后我忽然意识到，很多人口味第一次习惯养成是在自己的家乡，第二次可能是来自于在远方求学时周围的同学。大一时我碰到的首个爱做菜的室友做的是淮扬菜，我也经常要笨拙地帮他打一些下手，以至于我放假回家后看做菜视频也优先看淮扬菜视频。毕竟我们的寝室是全楼层唯一做饭的寝室，柜子下面的电磁炉经常会成为周边几间寝室快乐的焦点。当时我跟室友甚至天真的许诺，有生之年可以在国外开个中餐厅。另一个必不可少的快乐时刻，就是我在寝室里还能吃到东北的干冷面、内蒙的风干牛肉、四川的板鸭、重庆的腊牛肉。大家可以尝到很多妈妈的手艺，这些美食离家时承载着妈妈们的寄托，到校时又传递着大家的友情，毕业后又意识到那是味蕾一段特殊的旅行。也许这也是一种历久弥香吧。所以这次做鲜跳墙的最大收获，无疑就是这些香肠了。